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涵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现在不是学不够，是学完之后什么都没留下来。影片看了一堆，文章存了一整排， PDF 全都在资料夹里，但真的要你写一篇东西，做一份简报或阐述一支内容的时候，脑袋是空的。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用的工具只负责帮你收资料，没有帮你变成作品。很多人最近在用 Notebook LM， 我自己也用过，它很强，研究、整理、理解真的快。但我在实际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它很会帮你学，但它不太在乎你最后要不要交出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学习跟创作中间是断的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是要做功能对打，而是想跟你分享一个最近真的放进工作流程，而且留下来的工具 YouMind。YouMind 是什么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形容 YouMind， 它不是 ChatGPT， 不是 Notion， 也不是 Notebook LM， 它比较像是一个会陪你从看懂走到做出来的 AI 工作室。不是一直丢答案给你，而是把你每天碰到的资料、想法、灵感全部留在同一个可持续创作的空间里。实际情境一，我该从哪开始？我先讲我自己最有感的一个场景。假设今天我要研究一个主题， AI 影片生成的未来趋势，以前我会怎么做？开 YouTube， 开 Google， 开 Notion， 再开 ChatGPT， 一边看一边复制贴上，最后得到什么？一堆资料，但没有方向感。在 YouMind 里，我只做一件事：新建一个专案，丢进主题。它不会直接给我一篇看起来很完整，但我根本没消化的文章，而是清楚显示整个流程。先帮我拆主题，再找素材，再整理重点，最后变成我可以继续加工的内容。那个感觉很像你旁边做了一个很会整理的研究助理。实际情景2 Pix。第二个让我留下来的是 Pix， 因为我们不是不看内容，只看完之后不知道怎么留。首先到官网下载及安装 YouMind 的插件，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浏览以下平台时看 YouTube， 直接截字幕加画面，看文章，一段文字直接存 PDF 标重点， Podcast 抓关键音讯片段。重点是什么？这些不是收藏，是未来会被拿来用的素材。它们全部自动进到同一个专案里，而且随时可以变成创作的上下文。不是我好像在哪看过，而是我现在就能拿来写。实际情境3创作区和 Notebook LM 最大差别。接下来这一段是我认为 YouMind 跟 Notebook LM 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。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Create Space 创作区，你不是研究完就被丢在那里，而是直接在同一个专案里开始写文章，重组段落，让 AI 帮你扩写、改写、翻译，甚至直接生成图片、音讯。2024年初 ，OpenAI 发布 Sora 影片生成模型，瞬间引爆全球科技与创意社群。这是内容创作的分水岭时刻，我们正步入 AI 驱动的全新纪元。Podcast。嘿，你发现没？现在的 AI 生成图片效率真是越来越高了，而且各种新工具层出不穷，简直各有各的绝活。是啊，看得我眼花缭乱的。说真的，如果我追求那种极致的真实感，就是照片级别的效果，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？那首选肯定是 Midjourney V7 了。而且重点是 AI 生的内容你从第一秒就能改，它不是生成结束，而是生成一起编辑一起完成。这点对创作者来说差非常多。2快速指令等于真正有在工作的人才会爱。再来一个很小但很真实的点，如果你是那种每天都在做总结、改写、翻译、产大纲的人，你一定很讨厌一件事，一直贴提示词。YouMind 的快速指令就是把你常用的指令变成一键，而且你还可以去看别人分享的指令，直接拿来用。这不是炫技，这是真的省时间。3输出与分享，不是做给自己看而已。最后一个我觉得很加分的地方， YouMind 不是只让你自己用爽，你可以分享单篇内容，分享整个专案，甚至把它变成一个互动式网页。如果你是创作者、老师、研究者，这件事会让你的内容真的开始流动。4总结，
我最后讲一句很诚实的话 ，YouMind 不适合谁只想问一句就走的人，但它非常适合想把学到的东西变成作品的人，想建立长期内容资产的人，不想每天在工具之间搬资料的人。如果你现在用 Notebook LM， 那 YouMind 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下一步。我会把 YouMind 的体验连接放在说明栏，你不用一次全部学会，你只要试着把一个主题完整走完一次流程，你会懂我在说什么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你厘清一件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实战技巧，留言跟我说你现在最卡在学还是产出，我们留言区聊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们下次见啦。